现如今的家电没以前的耐用了，动不动就坏，已成常态。情况也确实如此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电器厂商为了卷价格、抢销量，都是降成本、偷工减料，这也导致产品质量越来越差了。但最让消费者无法接受的是，有些刚需家电的维修成本太高了，甚至比换一台新的还贵。这也让很多人抱怨说，电器坏了不是不想修，而是实在修不起。比如下面说的这4种家电，如果坏了，建议你不如直接换新的更划算。1. 液晶电视。现在的电视行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过去高不可攀的100寸电视价格已经跌至万元以下了，而75寸的大屏电视价格甚至还不如一台手机贵。众所周知，电视机上最贵的零部件就是那块显示屏，甚至占到成本的1半以上。如果你家电视屏幕坏了，劝你还是别修了，因为维修成本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高。网友艾特派老派大星，当初花6K 买的液晶电视，刚用了半年，数据接头不小心砸坏了屏幕。给售后打电话，客服告诉我说人为损坏，寄回修的话要付70%的购机费，然后修多久不知道，看情况。后来上网查了很多有同样经历的人，都说修不如换新，因为修也不是给你换原装屏，把我这个外行人直接雷住了。网友艾特增增，电视屏这么坑，买的某米75寸电视，修屏幕竟然要价2200，查了一下官网新电视价格才2700，请问你们维修的意义在哪？这不是明着坑吗？所以说电视屏坏了真没必要修了，换个新的还不用担心匹配度不够，功能也是最新的，怎么比较都是买新的更划算。2. 空调。空调家家必备，面对酷热的夏季，简直就是续命神器。如今的空调价格也不贵，国产品牌挂机普遍在1500至2000元左右。虽说空调的价格并不高，但后期的维修费用却高得出奇。因为空调的外机是连接在外墙上，所以一旦出现故障，只要师傅上门，就要先收取几百元不等的高空作业费。而且空调不比其他电器疑难杂症比较多，经常出现小病大修的情况，比如随便加个氟清洗一次也要收个200-300，让很多业主直呼根本修不起。网友艾特月朦胧，买得起修不起，空调行业的鲜活案例。一个 P 板故障700多我认，但围绕着高层所谓的拆装修一下，另外整出1300多，总维修费都够买一台格力新机了，真的是意难平。分享出来，希望不要有下一个大冤种。诸如这类的案例，网上还真不少。所以如果你家空调坏了，不是啥小毛病的话，修空调不如换新划算，新的功能又多，安装还不收费。3. 指纹锁。现在新房装修几乎家家都是智能门锁，与传统的机械锁相比，省去了出门带钥匙的麻烦。但智能指纹锁这种新式电器故障率非常高，各种小毛病不断，比如提示已开锁，门却打不开，还有显示屏动不动就不亮，还有各种异响等等。而且智能锁因其内部结构复杂，导致消费者无法自修，所以只能找厂家上门维修，一次至少也要200-300，如果一年修个2-3回，花的钱都够买一把新锁了。网友艾特半糖小姐实在忍不了，智能锁维修费用太离谱了，家里的某为智能锁摄像头玻璃碎了，找了售后维修，上来就要价1700多，说内外面板更换，了解下是整把锁换新，更换个玻璃你收费300-500我都认，你收我1700我真忍不了。怎么说呢？现在的智能锁功能虽然更加人性化，但远不如传统的机械锁稳定，如果实在有需求，也建议选择基础的入门款，这东西功能越复杂，故障率就越高，免得日后出现买得起修不起的尴尬情况。4. 净水器。近些年很多家庭为了提高生活质量，都会选择在家里安装净水器，但据我了解，这种电器后期的维修维护成本也是高的离谱。如今很多净水品牌为了卷销量，实现减本增效，都把产品利润转嫁到后期的维护成本上。再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净水器虽然不贵，但每年换滤芯的成本却很高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家净水器没出问题，但每年也要定期花费1000至2000元不等的更换滤芯、维护滤网的费用上，这是典型的买得起却修不起、用不起的电器。此外，净水器这种家电的售后也比较频繁，各种毛病不断，什么滤芯堵塞、一直排废水、机器频繁启动、水流量变小等等。所以家里的净水器坏了，不如就不修了，要么直接换个新的，要么改用桶装水，一样干净卫生，还没有诸多的维修费，使用成本更低。当然了，维修费用过高的家电远不止这4种。上个月我家亲戚1000元买的智能马桶盖，用了半年就坏了，维修工人说主板坏了，换的话最低也要800块，气得我家亲戚花60块换回了普通马桶盖。所以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家的家电坏了需要维修前，一定要问清楚价格，如果维修费用过高，建议不如直接买新的。做了10几年的家电行业，假如2023年我给自己家买家电，我会选什么品牌？1. 空调。中央空调我选大金，壁挂空调选格力。
抛开价格不说，核心技术确实做得牛，市场占有率第一，也名副其实。而且不管是美系、国产，都不如大金售后好。格力空调掌握核心科技，这不仅是它的广告语，也是实力所在和底气。3%的故障率以及10年售后承诺，就问还有哪个品牌能做得到？2. 热水器，电热水器我选 AO 史密斯，燃气热水器选林内。AO 史密斯优势在于专利金规内胆，迄今为止是最耐用、最抗锈蚀和防结构的热水器内胆。行业其他品牌多数都是搪瓷内胆。不夸张地说，国内排名1、2的燃气热水器都是日系品牌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产品的质量和口碑。其中，林内是行业的引领者，技术顶尖，恒温效果一流。3. 冰箱，高端产品我选卡萨帝，中低端产品选海尔。当然，海尔和卡萨帝本就是一家，只不过子品牌卡萨帝定位高端市场。卡萨帝冰箱优势，颜值出众，且拥有多项专利技术，在保鲜方面甚至赶超进口品牌。海尔是国内冰箱市场的老大，无论是质量、技术以及售后均有保障，且用料扎实，因此价格略高于美的和荣升，这算是唯一缺点吧。4. 电视，激光电视我选海信，液晶电视选 TCL。在大屏电视市场，海信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其中激光电视全球市场份额占据第一。自研的 LPU 数字激光引擎，搭载专业的菲涅尔仿生激光屏，在有效抗环境光的同时，还能带来震撼的光感。TCL 在液晶电视领域，凭借量子点技术、Mini LED 技术，在画质效果方面，甚至不输三星、索尼等大牌，而且相比国外的价格还便宜不少，性价比极高。5. 洗衣机，涡轮洗衣机我选海尔，滚筒洗衣机选小天鹅。海尔优势在于搭载了双动力技术，解决了涡轮洗衣机缠绕、洗不净、磨损的3大缺陷，同时拥有免清洗专利技术，攻克了外筒越洗越脏的难题。小天鹅在洗衣机市场是仅次于海尔的第2品牌，独特的水魔方洗涤技术，实际上就是冷水洗涤，解决了衣服掉色和变形问题，评价和口碑极佳。6. 油烟机，顶吸烟机我选老板，侧吸烟机选方太。不要质疑，老板和方太占据传统烟机行业的半壁江山，市场份额在60%以上。老板一直以来比较看重产品性能，所以在大吸力方面有绝对的优势。方太与之恰恰相反，主做侧吸烟机，更看重产品体验，产品优势是低噪瞬吸。7. 洗碗机，国外品牌我选西门子，国内品牌选美的。洗碗机在国外市场已经发展几十年了，自然在技术和性能方面要优于国产。其中西门子洗碗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，销量都是常年霸榜第一，特别是高端产品搭载的精磊专利烘干技术无人敢超。美的洗碗机胜在高性价比，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，从而带来价格上的绝对优势。做了10几年的家电销售，如果我自己家装房子买家电，我会这么选。首先电视我肯定不会买太高端的，毕竟1年也看不上几次，我就在国产 TCL 和海信里选一个，花个3、4千元买个65寸的。都说自己的画质好，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技术，我只关注分辨率和内存，只要是真 4K 2+16GB 以上内存，家用完全没问题。2. 冰箱，我才不会听什么进口品牌，性能更好，技术更先进，我就买国产海尔或者美的的，容量选400升以上的，小了不够用。其次，买风冷变频双循环的，这个配置的冰箱制冷均衡，不会串味，能效就买2级的，比选1级还能省几百元。3. 空调，我就用立式空调和挂机的组合，比中央空调便宜，还不需要做吊顶，后期维修和维护也比较省心。客厅柜机用个2匹的，卧室挂机用个1.5匹的，满足变频，新1级能效就可以。品牌我就选格力，3%的故障率，10年保修，有啥不放心的。4. 洗衣机，别给我介绍洗烘一体的，就是在坑我。洗烘一体机虽然价格便宜，但烘干后的衣物皱巴巴的，耗时长还费电，我就用洗烘套装，容量选10公斤以上的，洗涤和烘干个大件被套也不费事。品牌我会选小天鹅，他家的水魔方系列在洁净和护色方面都十分出色。5. 烟机灶具，我就用老板或者方太的，在2、3千的价位里选个基础款的套装。烟机什么自清洁、挥手感应对于我来说都没啥用，我只关注排风量和风压。风量18米立方，风压在300帕以上，足够用了。燃气灶的火力值要4.5千瓦，
热效率不低于60%的就可以。6. 净水器品类那么多，我只选厨下反渗透净水器，我才不看什么大品牌，这个东西只要是带RO膜的，过滤出来的水质都一样，价格选个2000左右的就可以，再贵的就是智商税了。关键是滤芯必须是通用的，不然我怕买得起，后期换不起。7. 洗碗机我一定会安排上，电器能代替的家务，为啥还要手洗？首先，我不会买台式和水槽式，容量太小，用着鸡肋。台下嵌入式是首选，优点是容量大，即使餐具碗碟多，也能轻松摆放。最关键的是要有消毒存储功能，省着我再单独买消毒柜了。8. 热水器，什么太阳能、空气能、极热式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。如果房子买的大，住的人口多，我就用燃气热水器，出水量大，热水即可即用，方便省心。反之，就用储水式电热水器，虽然热水有限制，但安全性能高。9. 马桶我会选个智能的，凡是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家用电器，我肯定不会拒绝。但智能的家电不是越贵越好，一般来说，只要有座圈加热、自动翻盖加自动冲洗功能的3000元左右的，就可以满足需求了。高端一点的，无非是多了语音控制、智能 APP 等功能，没啥实际意义。10. 阳台晾衣架我会选个电动的，平时晾晒衣物时比手动摇杆的省事，但是电动晾衣架我就选简单的基础款，只要有电动升降和基础照明就行，价格还便宜。那些所谓的高端款，我肯定不会选，什么消毒烘干、语音控制啥的，故障率高不说，功能也不实用。